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有些公司一路高歌猛進，有些卻還沒站穩腳跟就轟然倒塌？就像那些初創公司，能熬過頭5年的其實只有20%，這背後到底藏着什麼秘密呢？咱們設想這樣一個場景，有2家手機製造公司，一家叫 B， 一家叫 B， 一家，他們同年開業第1年都賺了1000萬美元，聽起來是不是旗鼓相當？可5年後呢 ？B 公司已經破產倒閉，徹底從市場消失了，而 B 公司卻扶搖直上，年營業額飆升到了好幾億美元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是什麼讓這2家公司在同一起跑線上，最終卻走向了天壤之別的命運？答案其實就藏在他們的現金流量表裡。那現金流到底是個啥？說白了，它就是錢在一個公司裡進進出出、流來流去的總和。但這裡說的錢可不單單指口袋裡的紙鈔硬幣，它還包括那些隨時能變成錢的東西，比如辦公樓、機器設備、庫存貨物，甚至是公司的卡車，這些我們都叫它現金等價物。一家公司要是能不斷給股東賺錢，而且能長期穩定的實現正收益，那它的現金流就是健康的。反過來，要是公司連給股東分紅都費勁，債務還越積越多，那它的現金流肯定亮起了紅燈，情況不妙。你可以這樣想，假如你開了一家家具廠，賣家具賺了錢，這錢得拿來給工人發工資，還供應商的貨款，你自己的生活費也得靠它。另外，公司的商業貸款，你買房買車還貸款，甚至日常的吃穿用度都得整这裡錢。只要你進賬的錢足夠支付這些大大小小的開銷，那恭喜你，你的現金流就是健康的。現金流我們通常分為2種，第一種叫正現金流，這就像你的銀行賬戶餘額在不斷增加，說明公司賺的錢比花出去的錢多。有了正現金流，公司就能大膽地擴大生產，給股東分紅，甚至有能力去應對未來的各種債務。舉個例子，一家公司1年總共賺了1億美元，結果只花了6000萬美元，那它就實實在在多出了4000萬美元。這裡錢一部分可以作為紅利分給股東，另一部分可以用來添置新設備，進行新的投資，為公司的長遠發展和盈利打下基礎。第2種就是負現金流，簡單說就是公司花錢如流水，賺的錢卻跟不上。你可能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，在同一個行業裡，有些公司銷售額看起來很高，但卻深陷負現金流的泥潭，而另一些公司銷售額可能沒那麼耀眼，卻擁有健康的現金流。就拿鑽石牌和翡翠公司來說吧，他們都在一個行業裡競爭。鑽石牌1年收入2億美元，聽起來很厲害吧？可他花出去的錢卻高達2億美元，算下來1年就虧了2000萬美元，這就是典型的負現金流。再看看翡翠公司，它1年總收入是1.5億美元，雖然比鑽石牌少一點，但它的總開支只有1億美元，這意味着翡翠公司1年下來能穩穩地賺到5000萬美元的正現金流。所以你看，儘管鑽石牌的銷售額更高，但真正能賺錢、能持續發展的反而是翡翠公司。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，鑽石牌很可能在幾年內就撐不下去，被市場淘汰，而翡翠公司只能穩扎穩打，一步步做大做強。講到這裡，是不是對現金流有了更清晰的認識？既然我們懂了現金流的門道，那接下來就得好好聊聊它的地圖現金流量表。這個表格簡稱 CFS， 就像一個財務偵探，他把公司裡所有進出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都清清楚楚地記錄下來。它客觀地展示了公司是怎樣管理和使用現金的，也直接反映了公司實際的支付能力。任何一家正規的公司，它的財務報告裡都必須有這份表。現金流主要可以分為3大類：一、經營性現金流，這就是公司日常過日子產生的錢，比如你那家家具廠生產和銷售家具賺來的所有錢，都屬於這一類。它主要用來支付員工工資、市場推廣費用以及其他所有維持公司正常運轉的開銷。2、投資性現金流，這筆錢和公司的未來布局有關，它是指公司通過投資活動獲得或花出去的錢，比如公司買賣廠房設備這些大件資產，或者投資其他企業。雖然短期內這可能意味着大筆資金流出，讓投資性現金流變成負數，但這通常是為了公司擴張，預示着未來業績會增長，股東也能拿到更多增紅，公司的整體價值也會水漲船高。就像你的家具公司，如果投資建個新廠房，短期雖然花錢，但長遠看能提升你的生產和擴張能力。3、融資性現金流，這部分錢反映的是公司借錢和還錢的情況，主要包括公司從外部募集來的資金，比如銀行貸款，以及花出去的錢，比如給股東分紅、償還銀行貸款的本金，或者回購自家股票等等。如果一家公司的現金流不足，它就沒法按時支付債務，這就可能導致資金鏈斷裂的巨大風險。一旦現金流危機持續太久，公司就可能面臨破產的絕境。所以說，現金流短缺真的能把一家企業逼到懸崖邊上。為了避免這種危險，我們經常會建議公司或個人設立一個應急基金，這意味着在財務狀況比較好的時候，刻意留出一部分錢備用。這樣一來，當未來遇到什麼突發情況時，你手裡有錢就不會慌亂，這是管理現金流非常有效的一個策略。除了這3大類，還有一種特別的現金流，叫做自由現金流。它雖然不是官方定義的3大現金流之一，但在投資者眼裡，它的分量卻越攬越重。
簡單來說，就是公司在支付了所有日常運營必須的開銷後，還能剩下多少可以隨便花的錢。這筆錢沒有固定的用途，公司可以靈活支配。所以，很多商業分析師都把它當作評估一家公司真正盈利能力的關鍵指標。說起現金流，就不得不提到暢銷書《富爸爸窮爸爸》的作者羅伯特清崎。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理論——現金流象限，把人分成4類。第一類是打工人，也就是為別人工作領工資的僱員；第二類是小老闆或專家，比如自由職業者、醫生、律師，他們為自己工作；第三類是企業家，他們創建並擁有一個至少500名員工的大企業系統；第四類是投資者，他們通過投資別人的企業或資產來賺錢，無需親力親為。羅伯特回憶說，他從小就想變得富有，他的窮爸爸希望他好好讀書，找份好工作，成為第一類打工人。而他媽媽則希望他成為醫生，因為他覺得醫生最有錢，也就是說，希望他成為第二類專家。但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他的富爸爸，也就是他朋友的父親。富爸爸告訴他，想真正富有，就得建立自己的大企業，然後成為一個投資者。富爸爸的意思很明確，只有成為第三類企業家或第四類投資者，才能真正積累財富。你看那些像扎克伯格、馬斯克、比爾蓋茨這樣的大企業家，他們合法地繳納着相對較低的稅，現金流充裕，也有更多機會讓自己的財富不斷增值。反觀第一、第二類人，他們往往承擔着最高的稅率，交最多的稅。如果未來生活壓力增大，很可能就會感到捉襟見肘，生活舉步維艱。所以，如果你想積累財富，就得想辦法從打工人或小老闆轉變成為資本家。當然，做打工人或自由職業者本身並沒有錯，這往往是個不錯的起點。但如果你渴望更高品質的生活，擁有更大的夢想，那麼你就需要學會從你現有工作中攒下錢，去投資那些能為你帶來被動收入的資產。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個道理，羅伯特還重新定義了我們對資產和負債的看法。一直以來，我們很多人都覺得車子、房子是自己的資產，對吧？但羅伯特卻說不完全是這樣。他給出的定義很簡單，資產就是那些能把錢不斷放進你口袋的東西，讓你越來越富有。而負債則是那些會不斷從你口袋裡把錢拿走的東西，讓你越來越窮。你看，如果你買了一套房子和一輛車，每個月都得按時還房貸、車貸，這些錢是不是源源不斷地從你的賬戶裡流出？它們就像吞噬你資金的黑洞，榨乾你的現金流。按照羅伯特的說法，這根本不是資產，而是你的負債。如果你想擁有源源不斷的正現金流，這必須把錢投到那些即使你什麼都不做也能給你帶來收入的資產上。羅伯特建議可以投資房地產或其他能生錢的資產，但前提是扣除了所有開銷後，你還得有賺頭。舉個例子，你花了100萬美元買了一套公寓，首付都沒出，全靠銀行貸款。但厲害的是，這套公寓每個月能給你帶來1.5萬美元的租金收入，而你每個月需要支付的貸款和稅費加起來是1.2萬美元。那麼恭喜你，每個月你就能穩穩地獲得3000美元的正現金流，這筆錢你完全是躺着賺的被動收入。所以羅伯特的秘訣就是不斷增加你的資產，同時努力減少負債，你才能擁有持續增長的正現金流，一步步積累財富，最終實現真正的財務自由。現在不妨按照我們今天學到的新定義，重新審視一下你的資產和負債清單，仔細想想你現在最大的資產到底是什麼。如果遺憾地發現口袋空空，那也不要緊，最重要的是開始思考，對你來說最現實、最可行的資產投資方向又在哪裡呢？